我是 Dr. Lin。你知道吗？原来病菌感染和分子相似性会诱发自体免疫疾病。什么又是分子相似性呢？自体免疫疾病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错误的去攻击自己的组织和器官，造成全身性的破坏。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目前医学上的最新研究，对于自体免疫会发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它叫做 molecular mimicry 分子相似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字词的定义。Molecular 是分子的意思 ，mimicry 是相似的意思。Molecular mimicry 分子相似性的意思就是外来物的分子结构与人体自己本身的分子结构非常相似，造成 cross reaction 交叉反应，导致免疫细胞被启动，产生自己攻击自己的抗体。白话的说，就是敌军跟我军长得太像了，导致免疫细胞在作战的时候，炮弹很容易不小心就轰炸到自己的人。这些造成分子相似性的外来物中，病菌是很常见的一种。诱发自体免疫的病菌有哪些呢？这些敌军可能是谁呢？今天我就用2个例子来阐述这个观念。范例1 ：EBV 病毒。EBV 病毒全名叫做 Epstein-Barr virus， 这是很多人都感染过的一种病毒。它的中文是第4型人类疱疹病毒，是疱疹家族中的一员。全世界有超过 90% 的人口受到 EBV 的感染，体内有 EBV 病毒的带原者人数非常的多。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重新 reactivate 活化跑出来，而且目前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EBV。今年1月份的时候 ，Science 期刊发表了一个哈佛公卫学家的大型研究，他们追踪了1000万个美国军人，最后发现有感染过 EBV 的人和没有感染过的人比较起来，有感染的这群人罹患 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高达32倍。多发性硬化症简称 MS， 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中枢神经系统，破坏人体神经纤维的疾病。而这个神经纤维呢，就像是电线一样，它负责把大脑的命令传出去给各个组织。一旦电线被破坏了，就再也无法正常的输出电力了，这就会造成中枢神经炎，导致像是视力丧失、麻木感、无力、步伐不稳等症状。这个最新的研究断定 ，EBV 病毒是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个重大诱发因子。其中一个致病的机制就是 EBV 病毒的蛋白分子跟中枢神经系统的蛋白分子长得很像，因此当 EBV 病毒 reactivate 活化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不断的被刺激到，然后发射，然后发动对自身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攻击，造成免疫系统打错敌人的状况。范例2：新冠病毒 COVID-19。而这2年来的新冠病毒一样，对人体也有分子相似性的问题。新冠病毒的棘蛋白与核蛋白会对人体自身组织的蛋白发生交叉反应，引发免疫系统攻击。目前研究发现，可能被攻击的组织包含肠道细胞、皮肤细胞、神经系统、甲状腺、关节、肌肉细胞、细胞内的分子。可能被攻击的组织和器官种类的确真的很多，而这也会造成不同器官的自体免疫疾病，像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与多重系统发炎的现象。这个自体免疫机制也解释了感染新冠病毒后所产生的一些 Long COVID 长新冠的症状，像是慢性疲劳、脑雾、关节炎、代谢问题和长期慢性发炎。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自体免疫疾病有着多重模式来攻击人体组织与器官，也就是说，病根或者是诱发因子通常不止一项。之前我的影片我就不断的提到，自体免疫疾病是个复杂型的慢性疾病，它受基因遗传、食物分子、自身营养状态、生活形态、病菌感染、环境毒素等多重因子所影响。过去在西方医学上，自体免疫疾病常常都被归属于不明原因，而这个是因为它的本质本来就是多重因子所造成，而自然医学可以一一的处理这些因子，才能让自体免疫疾病安静下来与根治。而会造成分子相似性的东西，其实也不止一种。其实今天我们提到的 EBV 病毒或是新冠病毒，也只是病毒界里面的2个代表。总之，免疫系统越正常，你就越能赶快消灭病菌，并且降低病菌长期潜伏在体内，然后又被活化的机会。你这样才可以避免免疫系统一直被刺激和过度反应。因此，千万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 chronic low-grade infection 长期慢性感染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的反复感染，小至像是香港脚、皮肤霉菌感染、阴道感染、牙周病，都是免疫系统出问题的警讯，你都不该忽视。让自己没有任何反复性的感染或发炎，拥有平衡的免疫系统，努力提升自己的治愈力，才是王道。
希望今天这个分子相似性的观念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自体免疫疾病的本质。越了解事情发生的机制，你就越能够控制它。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